夏天的傍晚，在山东省某市的一条小街上，一个身穿黄色 T 恤和牛仔裤的中年男人，将一个红白蓝三色格子的小编织袋塞进了街边路灯下的一个绿色垃圾桶里。看样子编织袋挺沉，里面装的像是书籍一类的东西。这时候，不远处有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低头捡路边地上的矿泉水瓶。这俩青年一看就是一对恋人，因为他们穿着同样鲜艳的红色半袖文化衫，胸前的图案拼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凹凸拼图。就见这男青年不经意间一抬头，刚好看到那个穿黄色 T 恤的中年男人将编织袋放进垃圾桶之后就匆匆离开了。男青年反应很快，他朝身边的女朋友说了句等我一下，然后便快步走到绿色垃圾桶那里，伸手就掏出来了那个编织袋子，然后一转身就又回到女朋友身边。小花，你瞧，我捡了一袋子书，快打开看看，这么整齐，估计都是新书呢。女朋友不屑地撇了一下嘴，垃圾箱里还能捡到什么好书？边说着话，也就帮着男朋友拉开了编织袋的拉锁，低头一看，可不要紧，两个人都惊呆了，里面是整整齐齐打好捆的一堆人民币。这对情侣，小伙子名叫葛明新，姑娘名叫吴新花，他们是一所艺术院校的大学同学，从大二开始谈恋爱的，现在快毕业了，两个人最近心血来潮，天天出来体验捡垃圾的生活，没想到今天竟然捡到了这一袋子的钱。他们不知道，就在刚才葛明新从垃圾桶捡起编织袋的同时，附近一个广告牌的后面藏着一个黑衣人。黑衣人正要向垃圾桶冲过来的时候，因为着急发慌，不小心脑袋就碰到了广告牌子的下沿，被撞懵了，瞬间蹲到地上，过了足有10秒钟才又重新站起来，继续跑向那绿色垃圾桶。当黑衣人将手伸进去的时候，自然是一无所获，因为刚好在他被撞懵的10秒钟里，葛明新取走了钱袋子，而黑衣人找不到钱袋子，急得四下张望的时候，他的视线又恰恰被一棵大树遮住了，没有看到树后面的葛明新和吴新花。这黑衣人是一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名叫姚世志，他是奉了大哥毒四儿的命令前来取钱的。按照事先说好的，被勒索的人要将100万现金放到指定的垃圾桶里。姚世志看得清楚，对方已经将装钱的编织袋子放进去了，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呢？为了避免被大哥责罚，姚世志眼珠一转，就掏出大哥大打通了电话。大哥，那家伙到现在还没来，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了，您看我还等吗？此时的葛明新与吴新花两个人已经发生了争执，吴新花要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说有了这笔钱，两个人将来结婚后就能够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而葛明新的意思是带着钱马上到派出所报案。最后吴新花说，葛明新，你要是真这么傻死犟，到手的钱都不要，我看你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咱们分手吧。新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是咱的钱，咱绝对不能要，况且这钱的背后肯定有大问题，我必须马上去报案。说完，葛明新便拎着钱袋子迅速朝附近的派出所走去。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首先联系全市的各个银行网点，查出最近几天取款的记录当中，一共有5个超过100万的。警察与这5个取款客户分别取得了联系，结果有3个客户的款子还都在单位保险柜里锁着，第4个客户的钱款也去向明确，唯独就有1个客户取出了整整100万，但是不能说明钱款去向。
这个取款人是一家知名企业，该企业的老板是本地首富，名叫吴三建。原来这吴三建有一儿一女，读初中的儿子吴一杰前几天被人绑架了，绑匪说要100万，否则就撕票。吴三建不敢报警，心想破财免灾，只要能救回宝贝儿子就行。于是这才按绑匪毒丝的要求，将装钱的袋子放进了垃圾桶里。可没想到毒丝很快来电话，骂他失信没有放钱，说再给他最后1天的时间，如果不把钱如数放到指定地点的话，立马就撕票。第二天，吴三建刚让财务从另一家银行取回钱来，等绑匪毒丝打电话来说地点呢，警察同志突然出现。经过做思想工作，吴三建这才放下心理包袱，把被勒索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时间不大，毒丝的电话果然打来了，要求吴三建把钱放到另一条街的另一个红色垃圾桶里。警察以大哥大电话号码为线索，最终找到了他们绑架吴三建儿子吴一杰的地点，是在靠近郊区的一幢烂尾楼里。警方包围了烂尾楼，解救出来吴一杰，将毒丝一伙全部抓获。这件事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葛明鑫被采访之后，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拾金不昧好青年。这时候吴新花回来了，他对葛明鑫说：“明鑫，我现在才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咱们和好吧。”我看还是算了吧，咱俩的价值观不同，在一起的话，将来不会幸福的。会幸福的，我真的改变想法了。另外，你知道吗？被救的那个初中生是我的亲弟弟。父母离婚之后，我跟妈妈生活，他跟着爸爸生活。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要不是你的拾金不昧，我弟弟有可能就没命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呢。听了这话，葛明鑫感到意外，心想这个世界可真是小啊。但是面前这个求复合的女朋友，他该不该接受呢？葛明鑫陷入了思考之中。朋友，您认为葛明鑫与吴新花合适吗？在一起会幸福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观点。